被安进马桶霸凌的瞬间，末世降临，重生回24小时前，我觉醒躺平异能，这次定要让仇人付出代价。吴应清，吴应清，吴应清！班主任暴怒的声音伴随着剧烈的晃动，猛地把我从噩梦里拉出来。是班主任，尖叫了几声我都没醒，一脚踹到了我的课桌上，把我的桌椅板凳踹歪了，让我差点摔在地上。谁？我猛地站起，惊魂未定的下意识做了防备动作。哈哈，这人傻了吧？真厉害！看班主任脸都气青了。这蠢猪上课睡觉还理直气壮呢，真不要脸。没准是昨晚为了赚学费太拼命了吧？怎么赚的？展开说说。能怎么赚？还不是……同学们窃窃私语，见我站起来，满是看好戏的盯着我，甚至还当着我的面造谣。那丑恶的嘴脸跟梦境里的如出一辙。这里是哪里？我记得我不是死了吗？我没有说话，而是下意识地掐了一把自己的胳膊，丝毫疼，是完整的胳膊，没有被撕咬掉一块皮肉，而是鲜嫩的完好无损的身体。我没有死，或者说我活了过来。吴应清，你真是无法无天了，上课还敢睡觉，我现在训你，还是一句话都没往心里听，是吗？如果你只有这种态度的话，那么我建议你还是退学的好。班主任很是不悦，他的威严受到了严重的挑衅，更何况还是眼前的这个人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生气，也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针对我。那个霸凌我的人，其中就有他的侄女，应该是在班主任面前哭诉，甚至颠倒是非，扭曲黑白，反而倒成我的不是了，像是我在欺负他们一样。班主任最是护短，特别是他偏爱的那些同学，更别提他的亲侄女了。如此我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不仅上课的时候经常提问我，干杂活的时候第一个指使我，甚至是打扫卫生、课余垃圾、搬桌椅板凳等一些苦力才会想起我。但是每当提起奖学金、奖状、贫困生、补助金这些等等，全部都没有我的份。现在好不容易让他逮到了机会，那自然是可劲的挑刺。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，一个劲的贬低我的人品不行，学习态度不积极，并且再三呵斥要挟我，要我见家长，甚至退学作为警告。我家里很穷，并不是一般的贫穷，父母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，而我是他们不要的那个累赘。从小就是我爷爷把我养大，种地养鸡，甚至是捡垃圾、捡瓶子才把我拉扯到大。正因为我家里的贫穷，没有人给我撑腰，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的有恃无恐。就算闹起来又能怎样？就算解释又能怎样？等待我的终究是我这个受害者被全校批评，甚至是压着我给他们道歉，征求他们的原谅，并且再有下次的话，反而真的会面临退学警告。如此经历过数次之后，我彻底心如死灰，贫穷就是原罪。更何况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公平的，弱肉强食不仅适用于动物界，同样适用于人类。我选择放弃了，任凭他们怎样辱骂也隐忍着。现在立刻滚出去，在操场上跑10圈，跑不完你别想回来。班主任严厉地咒骂道。我听见眼前一亮，当即就跑了出去。开玩笑，现在不跑，难不成等以后吗？再过24小时就是末世爆发的时间，到时候遍地都是丧尸横行，谁还在乎一个学位呀？想到上辈子的遭遇，我浑身一个机灵。明天的这个时候，校霸把我的头按在马桶里，逼我喝里面的臭水。而我冲到班主任的办公室想要告状时，却看见他跟一个女学生抱在一起。我惊讶地瞪大了眼，仿佛撞破了什么秘密一样躲起来，完全不敢吱声。班主任十分投入，班花也柔弱无骨地歪着脑袋，脸跟脸完全贴合在一起。我正考虑要不要现在逃跑的时候，班主任抬起了头，他在笑，嘴唇裂开，仿佛裂口女一般，狰狞恐怖的伤痕从嘴角咧到耳后，一排尖锐的牙齿被鲜血染得通红，那血染到了鼻子上，脸上，整张脸都显得狰狞恐怖，甚至牙缝里还残留着一些没咀嚼完的肉。再仔细看去，他们哪里是在接吻啊？而班花就这样软绵绵地躺在地上，脸上血糊流拉，模糊一片，脸上的皮肉被尽数啃食，彻底昏倒在地上，生死不明。一下子穿越到恐怖片，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同样惊讶的还有几个抱着材料进门的学生们，他们尖叫着，嘶吼着，想要报警，哇哇大叫引起了那个怪物的注意。怪物嘶吼着向他们扑来，一个猛扎子就把他扑倒在地，抱着他的脖颈啃咬下去，血晕染开来，染湿了下面的地板。我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，难以相信面前的场景，本能地跟着另外一个同学躲到了办公桌下面。不过也还算幸运，我并没有发出声音，加上周围还有其他的学生吸引了火力，他们暂时没有发现到我们两个。而那被扔在地上生死未知的班花居然重新站了起来。太好了，你还活？那个同学甚至连话都没有说完，就被班花一个猛扑压到了地上，随后就是撕咬。那个男生又高又壮，还在奋力挣扎，但是都无济于事，仿佛一个瘦弱的小猫仔一样，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。我不敢再看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字：跑。
好不容易跑到寝室门口，我疯狂敲门，但是寝室里的女生并没有打开房门，反而不断的咒骂我。去死吧你！不要把丧尸引过来，要死就死外边，别想来我们寝室。你这个恶心的乡巴佬，回去捡垃圾吧！快点去与丧尸作伴吧，反正你们都是臭烘烘的垃圾。他们不愿意开门，无论我怎样哀求，都是把门死死抵住。眼瞅着丧尸越来越近，身后更是传来丧尸们的嘶吼声，眼看就要被咬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突然把我拽进了一间宿舍，门瞬间关上。我惊魂未定的回头一看，救我的人是隔壁班的一个女生，叫玉云焕。我们虽然没有交集，但我也听说过她的名字。她也是同样被欺负的女生。我是因为家里穷，爷爷捡垃圾，所以他们敢欺负我。而她的话，这个女生脸上拥有一块恐怖的胎记，占据了她的半张脸，所以经常被那些人渣喊小丑、丑女、丑鬼等等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她的寝室只有她一个人住。在那之前，我们甚至不熟，而现在她救了我的命。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只是非常非常感激对方。可惜我们寝室里实在是缺少食物，躲了3天，实在熬不过去，就准备出去碰碰运气，趁着丧尸不在找点东西吃。结果才走出去没多久，我寝室的那几个坏女生居然放起了摇滚音乐，那巨大的声响瞬间吸引了丧尸的注意，丧尸们蜂拥而至，直接把我跟玉云焕咬死，我们无一幸免，全部死在了丧尸口中。我问他为什么非要救我，而他只是拉着我的手，满是遗憾地说：你曾经帮过我，他们欺负我的时候，你喊来的老师，这件事我一直记得。当时我就想，如果我能跟你交朋友，会多好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在这所学校里交到的唯一一个朋友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眼眶湿润。上辈子死得凄惨，既然上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，那我一定要改写命运。也许是上辈子惨死获得的补偿，这辈子老天居然给了我一个金手指。我迫不及待地冲到了女生宿舍，玉云焕的寝室门前，用力敲响房门。门开了，那是一个戴着口罩的女生，把自己的脸捂得严严实实。她十分诧异，居然有人敲响了她的房门，很是警惕地只开了一条缝，盯着我询问：有什么事吗？也对，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。我顿时露出了和善的微笑。云焕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拜托了，请让我住到你的宿舍吧。一开口就是这样失礼的要求，玉云焕感到十分诧异，但是看着是我，到底还是为难地点了点头。若是旁人，他肯定一早就拒绝了，但是眼前的人帮过他。虽然对方可能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是玉云焕一直记得眼前的这个女生。玉云焕对我很有好感，她想跟我交朋友，也是这种好感让她容忍了我的无理要求。太好了，云焕，我们以后可以住在一起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吴应清，你可以叫我青青，以后请多关照，我的好朋友。我是如此的热情，让云焕的脸忍不住红了起来。不过好在他戴了口罩，我看不出来。玉云焕果然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甚至都没有问我缘由，就直接同意了。随着我的那句好朋友之后，感觉我们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很多。玉云焕上辈子为了救我，比我先死在丧尸嘴里。他是一个单纯的人，也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这样想着，我索性把手搭在了寝室门上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末世要来了。还有，我觉醒了异能。异能？玉云焕显然不信，只以为我在拿他逗乐，也没有生气，而是顺着我的话配合我。你有没有玩过《猛鬼宿舍》这个游戏？我挠了挠头，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我的异能很是特殊，它并没直接的攻击性，需要狗发育。比如选定一个房间之后关上门，只要我躺平，我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得金币，而获得了金币之后，我就可以把门加固。坚固的大门可以抵御丧尸抓挠，只是丧尸抓挠久了，耐久性会下降，我需要再次升级大门。而在此期间，我还可以选择搭建其他的建筑物，比如说炮台。虽然炮台是搭建在房屋内的，但是它可以无视墙壁跟大门的阻隔，直接射杀外面的丧尸，是最好用的攻击武器。我还可以搭建钻石矿，获得的钻石不仅可以购买食物水，还可以购买日常所需的用品。这个游戏非常的风靡，很多人都有玩过，我当然也不例外。当时最火的时候，我甚至不惜熬夜在玩这个游戏，玩到上头的时候，连做梦都是这个猛鬼宿舍。没想到我居然会觉醒这个特殊的异能，我尴尬的挠了挠头，把异能展示给玉云焕看。果然，玉云焕惊呆了，看着我手里凭空出现的金币，还有大门突然变了颜色，他下意识就以为自己还在做梦，直接掐了自己一把。好痛，不是做梦，这简直是小说一样的情景。等一下，我们才见过一面，他为什么敢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讲给我听？他不怕我告密吗？玉云焕心思细腻，稍微思考片刻，竟对着我发问：你这么信任我，是因为我们之前发生过什么吗？或者是之后？玉云焕迟疑地问道。
连自己都不太相信。我惊讶于他的敏锐，索性和盘托出。我细细跟他说了上辈子经历的事，包括我原先宿舍的背刺，以及我们两个的惨死。若是这样，就说得通了。玉云焕羞赧地牵上了我的手，如同上辈子的习惯般，他不善言辞，但却十分依赖我这个唯一的朋友，想要亲近于我。青青，我们走吧，快点去囤积物资。玉云焕果然十分的贴心，现在时间不足24小时，每一分钟都显得难能可贵，我们没有时间浪费。我马上打开购物软件，疯狂的借贷起来。我家里很穷，我的生活费只有1000块钱，每天都要省吃俭用。现在卡里和手机软件里加起来积攒了这么久，一共也才只有2000块钱罢了。这么点钱显然是不够用来购买物资的，毕竟谁也不知道丧尸什么时候才会被围剿。好在有异能兜底，我的宿舍异能很好，在后期制造钻石矿来购买水和食物，但是我也不能如此浪费。玩过这个游戏的都知道，前期是非常重要的，前期必须得苟，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发育上。我要把金币尽可能多的花在房子的加固以及武器上面，食物和水的话，可以等度过危险之后，后期再购买。就这样，我在各大平台上借款了一些钱，找辅导员匆匆请假，就直奔校外的超市，跟玉云焕疯狂购物去了。我们去了校外的超市，购买了整箱整箱的方便面、矿泉水、面包、火腿肠等。因为数量太多，所以最后还是超市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安排了一辆车，到时候送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去。因为宿舍内没办法开火，所以我们都是买的即食产品，打开就可以吃。这些东西林林总总的加起来也花了好多。我们两个疯狂的买，几乎看到什么就买什么，不只是一些食物跟水，我们还买了一些衣物、日用品、卫生纸、卫生巾等，这些东西也是必不可少的，毕竟末世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。香皂、沐浴露、牙刷、牙膏还有洗发水、洗衣粉这些倒是象征性的买了2箱。我们学校的女生宿舍都是自带卫生间与淋浴间，可以解决日常清洁问题。买完这些，我们又去了药店购买了好几个提兜，日常可能需要用到的药物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寝室是4人寝的，一共有4个床铺，我与玉云焕一人睡一个，把剩下的床铺并在一起，充当一个双层货架，把东西整齐的摆放进那里。还有地上的空地几乎被我们运用到了，一箱箱的货物几乎被堆积成了小山一般，占据了大半个寝室。我们只留下了一个过道，剩余的则是摆满了物资。忙碌了一个下午，我们也是满头大汗，肚子饿得叽里咕噜，索性去食堂里吃点东西。一想到以后可能就吃不到这些熟食了，我跟玉云焕奢侈了一把，购买了一大堆的垃圾食品，什么炸鸡烤鸭、汉堡热干面、麻辣拌、炸鸡米花、奶茶，甜点铺满了面前的桌子。反正再不吃的话，以后就没有机会吃到了，还不如现在好好享受一下。就算吃不完，也可以拿个塑料袋提走。我们两个吃的正香时，我之前寝室的那几个霸凌姐扭着屁股就过来了。哟，这不是贫困生吴应清吗？今天怎么这么奢侈，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怕不是卖得来的钱吧？哈哈。几个女生笑得花枝招展，那嘴跟喷了粪一样，叽里呱啦的一顿恶心人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指着玉云焕，你说这么丑的还出去骂，真的有人点你吗？哎，你不懂，现在的人拉了灯，脸一蒙兜。他们还在侮辱我们。我被气得青筋暴起，手已经放在腰侧的那把水果刀上了。丧尸爆发，我不可能不购买武器，所以我不仅购买了斧子、锯子，还购买了几把水果刀贴身放在身上。不过刀子带了刀鞘，不用担心伤到我。不行，玉云焕按住了我的手，阻止了我的行动。现在末世还没有爆发呢，还拥有秩序的情况下，若是动手，能不能杀了他们还是二说，自己反倒会被扔进警察局里。这个时候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，反正用不了多久，末世就会爆发。到时候离得这么近，时间那么充足，也没有监控，想怎么做都更加的方便。这样想着，我也就暂时忍耐了下来。看我们两个跟着鹌鹑蛋一样，光知道挨骂，不知道还嘴这副窝囊的样子。他们骂了一会儿就觉得没趣，没一会儿就走了。或许见我依然脸色难看的要紧，玉云焕突然安慰着我道：“暂时忍耐一下，到时候我会帮你的。”我惊愕的瞪大了眼，没想到一向纯良的玉云焕愿意做这种事，心里顿时感动的紧。好。日子还长，我们拥有充足的时间来报仇雪恨，没必要为了现在的一时一气而毁了大好未来。吃完饭，我们又开始干活。这次我买了一些新鲜水果，草莓什么的不太耐放，只买一点点，还是买的耐放的苹果之类的。考虑到末世之后断水断电，可能没有热水可用，我们又买了一些卡式炉气罐跟一个小锅，到时候即便停水停电了，也可以用来煮点东西吃。午餐肉、香肠、火锅丸子，一些面条，还有一点鸡蛋。当然水饺什么的也是要来一点的，只是可惜宿舍内实在是没有冰柜之类的，这些只能少量的买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仔细检查了自己的异能，感知了下我的变异版宿舍异能，
在后期只要发育得当，就可以获得钻石矿，以钻石矿兑换所有的物资。几乎我能想到的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都能通过钻石来购买。甚至眼尖的我还发现了空间戒指售卖，只是那需要的钻石实在太贵了，可能需要好久才能获得。最后我又买了一些刀具、信号弹，还有几架无人机，又买了一些可远程开关的音响，才算作罢。应该没什么想买的了吧？应该是都不缺了。宿舍里已经快要被塞满了，玉云焕十分的有行动能力，他把东西分类整理，一箱箱的桶装水里成了一墙堆放在一起，而那些货物也被他按照不同的类型、不同的保质期以及大小而做出了相应的调整。东西已经全部整理得当，只等几个小时后末世的到来。你给家里打电话了吗？玉云焕询问道。打了，在第一时间就打过了电话。我是爷爷捡垃圾拉扯大的，所以早早就叮嘱了爷爷买些吃的喝的，躲在家里不要出来。被我威胁一番之后，爷爷很听话的照做了。可惜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不把这件事解决了，我不放心回家。放心，按照我上辈子的记忆来看，我家离军事基地非常的近，爷爷第一时间就被解救走了。也正因为爷爷很安全，所以我才敢放手留在这里报仇雪恨。我们在这里发育一段时间，只要苟住1个月，我就能积攒足够的金币兑换钻石矿就行。此刻玉云焕就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我直接跟他说了我可以购买空间戒指的事。1000颗钻石，这也太多了。玉云焕有些担忧，但更多的还是欣喜。拥有空间戒指的好处自是不用多说，这里所有的物资都能被藏在小小的戒指里，随时搬离。而且我的异能也不是被固定死，不能挪动的，这异能是随着我的意愿而动的，只要我愿意，我也可以更换新的宿舍。玉云焕心思细腻，瞬间就理解了我这样做的真正含义。不要告诉其他人你的这个异能，至少在你没有强大之前，不要告诉别人。在无法确认别人是好是坏的情况下，随意的告诉别人自己的秘密并不是一件好事，有可能会被坏人抓走，当成一件装备来用。若是不同意，就会被殴打致死，并且限制人身自由。也有可能遇见疯狂的科学家，打着为所有人好的旗号来解剖我，也有可能。毕竟谁能拒绝绝对防御加空间装备的诱惑呢？而且还是一个可升级的异能，所以我才会选择苟在这个学校里默默的发育。只需要苟过前期，获得升级版攻击炮台之后，我才能拥有真正的自保能力。在我们两个提着最后一兜水果打开宿舍时，遇到了刚刚吃完饭回寝室的霸凌姐。霸凌姐眼底是压制不住的幸灾乐祸。吴应清，你完了，你居然说谎骗班主任，逃课骗人，你等着吧，过几天叫家长，说不定还要退学呢。我没搭理他的屁话，而是盯着他似看一头待宰的羔羊。那目光看得霸凌姐毛毛的，屁股一扭钻入自己宿舍里，猛地关上了门。砰的门被重重的关上，发出巨大的响声，可见对方有多愤怒。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对方尖锐的指控。那个吴应清真的好恶心，那什么眼神啊，真想把他眼挖出来，而且他还跟那个丑鬼凑到了一块，哎呦，真是臭味相投的两个垃圾。距离丧尸爆发还有2个小时，谨慎起见，我们两个还是不要出门了。谁也不知道丧尸是否会提前爆发，或者有潜在的感染者。又等了会，此刻距离丧尸爆发还有10分钟，我的手机疯狂的开始震动，显示的是班主任打来的电话。吴应清，你还想不想上学了？现在马上给我滚过来上课。对方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。想到对方过不了一会儿就抱着他的侄女儿啃，那画面让我忍不住耻笑出声。班主任气炸了，又对我放出了很多的威胁，无外乎请家长退学，滚出去，以后找不到工作捡垃圾，败类人渣之类的。他惯来如此无耻，仗着学生对于老师的畏惧之心而肆意的践踏学生的尊严。我也不惯着他，反正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变成死人，不如趁现在让我的乳腺畅快一点。你罢了个根的短命鬼！什么？班主任差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这个向来最胆小懦弱贫穷的女学生居然敢这样骂他。怎么年纪太老了，耳朵都聋了？你罢了个根的短命鬼，活不了半个小时的傻叉玩意儿！我骂完没等对方回骂过来，立马挂断电话，拉黑一条龙，行云流水的，让对方甚至都没反应过来。等他再打过去，就是嘟嘟的忙音，可把班主任气得够呛。真是反了天了，反了天了！可把班主任气得够呛。此刻他正在办公室里，对面是告状的侄女，本来就够丢脸的，没想到声音外放被侄女听见，班主任更是觉得面上无光，火辣辣的疼。不行，事关尊严问题。班主任噌的一声站起来，准备亲自上门好好的给他一个教训。谁料刚站起来，突然天旋地转了起来。舅舅，你流鼻血了，快点拿卫生纸止血。舅舅，你快站起来呀！你怎么倒地上了？舅舅，你干什么？你……强烈的惨叫伴随着令人牙酸的咀嚼声，血猛地飙升到天花板。整个过程是如此的短暂，直到死，
他侄女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又是一声剧烈的惨叫，过来送东西的几个学生抱着的书籍顿时洒落了一地。这声响引起了丧尸的注意，顿时调转了方向，速度奇快无比的向着发出声音的人扑了过去。接二连三的惨叫爆发在学校的每个角落，所有的学生都如同无头苍蝇般疯狂的乱叫乱跑，甚至慌乱之中还有几个慌不择路的跑上了天台，被丧尸追得从楼上一跃而下。校园都被染成了血色，疯狂的学生以及追在他们身后穷追不舍、满脸鲜血的丧尸，如同最恐怖的病毒一般疯狂地传播到学校每个角落。哦不，看学校外面似乎着了火，那是汽车连环追尾而发生的剧烈爆炸，即便是在学校里也能听见爆破声。乱了乱了，世界都乱了。我和玉云焕两人正开着无人机，透过上面的摄像头观看外面的场景。如果是之前第一视角只是恐怖的话，那么上帝视角就是感到无比的震撼。无数的人堆积而成的数量效果，使得人的心里敬畏与恐惧，甚至从众心里的产生慌乱感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的异能很强，我们的大门可不是他们随便就能破开的。我的异能跟游戏玩法几乎一样，只是躺平就能获得金币，就能源源不断的增加，让我的账户迅速的从1变成几百金币。即便我不躺在床上，只要我还在房屋内，照样就可以获得金币。这些金币被我马不停蹄的用来升级大门。看着上面的铁门，那光泽，那坚硬度，无论如何都比宿舍的木门要强。看着还余下了50金币，我又把它用来升级我的床铺，顿时我躺平获得金币的数目翻倍增长。很好很好，照这个速度下去，等到几个小时后，我就可以再把铁门升级一次。若是运气好的话，今天晚上再升级一次，说不定明天早上就能把铁门1换成肛门1。升级升级升级，不断升级。明明才开始新手任务，我就妄想着尽快把门升级成最终的大金门满级状态。等升级到了最终形态大金门的时候，哪怕是对方拿个火箭炮手榴弹冲着大门开火，也没办法破开我的防御。我顺带一提，我绑定的宿舍连带着墙体也会跟着大门升级，所以无论是凿墙还是砸窗都无济于事。宿舍给的安全感让我甚至有闲心开了一瓶可乐，一边喝一边打开班级群。班级群99加消息，一会儿一个刷新，还有人拍摄的视频，以及有人疯狂的语音求助。我点开视频，视频非常的晃荡，似乎正在逃命。怎么办？老师在追我，他刚刚已经咬死了一个人了，我好怕，有没有谁能救救我？都被丧尸追了，居然还有闲工夫拍视频，这是生怕自己能活下去啊。还有人发的语音，非常的小声。我刚刚慌不择路爬到了教室门上，现在就挂在教室门上，那丧尸就在挠门，我快坚持不住了，有没有人报警？快点救我！这人反应倒是快，可惜藏错了地方，挂在了教室门上。虽然这个高度丧尸挠不到，但是丧尸会无意识的撞击，木门晃荡，若是不小心掉下去，那可就不得了了。再往下刷了刷，全是诉说害怕以及警察电话占线的事，乱糟糟的一团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他们是等不来救援的。丧尸病毒来得莫名其妙，几乎是一瞬间，同一时间内全球爆发，警力根本人手不足，甚至内部也被咬死了很多。不过我毕竟只是一个平民百姓罢了，没有资格了解到太多的信息，再加上活的时间太短，实在是算了，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。宿舍走廊里突然传来了剧烈的脚步声，有一群女生运气极好的避开了丧尸，成功抵达了自己的宿舍。随着隔壁熟悉的哭嚎声响起，我与玉云焕对视一眼。哟，终于到了。我原本的寝室那几个霸凌姐终于登场了，因为我们就在隔壁寝室，隔着一墙之隔罢了，所以我能清楚的听见他们在哭泣喊叫。太可怕了，婷婷就这么死掉了。呜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该死的，为什么没有信号？为什么一直打不通？电话一直占线，无论他们怎么打都是无法打通的状态，总是显示被占线。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现在正在同时拨打报警电话，他们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了，只一个劲的拨打电话，希望能打出去，能立刻得到救援。他们倒是运气好，3个女生居然都还活着。欺负我的一共有4个女生，其中1个已经被班主任咬死了，而现在3个则好端端的在隔壁寝室里，他们在尖叫，在疯狂的打电话喊爸爸妈妈，看样子是被狠狠的吓到了。我跟玉云焕对视的一眼，直接戴上了耳塞，避免他们嘈杂的声音传入耳朵里。也许是他们的声音太响亮，也许是本来就有丧尸游荡在宿舍里。不一会儿，门外就传来了丧尸踢踏着脚步的声音，丧尸无意识的嘶吼，似乎近在咫尺。隔壁的3个霸凌姐终于被吓到了，没再发出什么声音。丧尸啊！我努力的运转异能，居然可以透过大门与墙壁，看见门外徘徊的那些行尸走肉们。
它们与正常人类看上去有很大的不同，身上爆起了青紫色的青筋，布满全身，眼睛也是发白浑浊，瞳孔都失去了聚焦。再看那几个行走的丧尸，身上、脸上、嘴上全部被糊满了鲜血，看上去已经进食过了。他们胡乱地游荡着，甚至因为看不见还撞到了墙上。就是这些东西，上辈子抓住了我们，破开了我跟玉云焕的肚子。我冷哼了一声，干脆使用金币购买了一台炮台。说是炮台，实际上不过是巴掌大的褐色发射器。我把它放置到门后面，正疑惑是否要把它放到门外才能攻击时，这巴掌大的小东西就开始自行发射出了小小的细细的箭。嗖嗖嗖，炮台像是自带瞄准功能，发射出的东西直接朝着丧尸头颅而去。不过到底是1级的，能力有限，那弓箭只是刺入了丧尸的头部，像是插了花一样直接破开他们的皮肉，却无法完全贯穿，还需要再次升级才行。估计再升3级就可以一口气把丧尸爆头了。青青这是……玉云焕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显然有些难以置信。我知道他在惊讶什么，说实话我也有些惊讶，当即挠了挠头解释道：这炮台的攻击居然可以穿透门跟墙壁，直接落入丧尸身上，我也是刚知道的，居然跟游戏里一模一样。游戏里是这样设置的，完全无视了墙壁的存在，直接攻击丧尸。没想到现实也是这样，完全无视了逻辑所在。哦，不对，貌似也有逻辑，因为我感觉到这整间宿舍都是我异能的一部分，他们都是我异能的化身，那么炮台可以穿透宿舍而不伤害墙体，也算是合情合理的了。如此更好。躺平了这么一小会儿，金币就再次增加了20多枚，我当即拿出10枚给手中的小炮台用来升级。手中的褐色巴掌大小炮台顷刻间就变大了一半，这次射出来的弓箭似乎隐隐带有金色。嗖的一声，这下直接把一名丧尸的大腿给贯穿了。丧尸无意义的喊叫，他们没有痛觉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受伤了，就在炮台一次次的攻击中茫然的轰然倒地。恭喜击杀丧尸成1，获得金盒1，可兑换1钻石，请问是否兑换？眼前居然弹出了一个提示，第一眼，什么？丧尸居然有金盒，第二眼可以兑换钻石。换！我急切的连说了3声换，生怕晚1秒对方就会消失。看着余额里多了1枚钻石，我顿时眉开眼笑，真是意外之喜，居然可以兑换钻石，真是太好了。1000颗钻石可以兑换1枚空间戒指，虽然我打定主意要苟到后期才能兑换，但是若是能前期兑换，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的，真是意外之喜，毕竟谁会嫌弃钻石少呢？我顿时像是被打了鸡血一样，购买了好几个炮台摆放在地上，炮台们噗噗噗的，没一会儿就把外面游荡的丧尸给击杀完毕。那些丧尸看着吓人，但是脑子好像不太好使。丧尸受伤了也没有痛觉，不知道躲闪，被射的身上都是箭，直到被贯穿了，脑袋才彻底不再动弹。我盯着他们在考虑要不要把尸体拖下去时，被我的炮台攻击而死的丧尸突然消失了，他们化为我账户里的一颗颗钻石闪耀着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，但如此也好，省得我去拖尸体了。一顿忙活，钻石居然积攒了10几颗。这10几颗钻石虽然暂时不能购买空间装置，但是只要每天吸引到丧尸，还是能快速积攒一些的。我十分的欣喜，整个人的心情都跟着愉悦了起来。我的心情是好了，但是隔壁寝室的那几个霸凌姐倒是焦虑的要命。丧尸们的嘶吼徘徊，他们甚至能听见丧尸们脚步拖拉在地上的声音，但是此刻声音居然突兀的消失了，像是他们停下了脚步，似乎盯着他们的方向，又像是被拖到了什么黑暗里，被什么更为恐怖的怪物吞噬掉了。他们看不见外面的场景，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力，而想象力越发丰富，就意味着他们的恐惧越多。他们甚至控制不住这种发散的思维，把自己吓得够呛。而我们忙活了一阵子，到了该吃饭的时候，玉云焕拿了个小锅给我煮了锅方便面，又放了些火锅丸子等。泡面的话，在平时倒是被人下意识遗忘，因为它算不上多么好吃。但是一旦是在饥饿的时候，泡面的香气就显得十分的霸道了。光是鼻子闻到那强烈的气味，就口水一阵分泌。3个霸凌姐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惊疑不定的到处寻找气味的来源。屋内是没有了，那必然是其他宿舍内散发的气味。我好饿，小平，还有吃的吗？一个染的黄毛的霸凌姐询问道。名叫小婷的女生点了点头。我昨天还买了一些零食没有吃，我们暂时填饱一下肚子吧。茶瓶里还有热水。3个霸凌姐一人泡了一袋方便面，但是黄毛妹还没有吃饱，手不老实的往小婷的零食袋里探去。哎，干什么不要偷吃？另外一个戴眼镜的女人立马制止了她。干什么？我还没有吃饱，吃点东西怎么了？怎么啦？怎么啦？你都不会看现在什么情况吗？外面都是吃人的怪物，救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赶来。
你现在把食物吃完了，接下来几天我们吃什么？眼镜妹这样一说，其他2人才算反应过来，打电话全部占线，救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，他们有可能会在这里困上好几天，甚至是几个星期不等。但是宿舍内的食物呢，就只有小平买的这一点零食，省吃俭用还不够凑合3、4天呢，甚至他但凡吃得饱一点，今天就能甩完。这种情况下，黄毛妹居然还想把手伸向零食，她真以为是吃零食呢？这可是活命的物资。知道了，不吃就不吃，这么凶干什么？接下来我们把物资平分一下，最大限度的确保自己能活下去。眼镜妹最先提议的，她似乎是3个人里面最聪明的那个。她率先去黄毛妹的柜子里翻箱倒柜的寻找着，居然又找到了1包的桃李面包，还有3块巧克力。你有物资为什么不提前说，非要吃小瓶的？什么叫做不提前说？我只是忘了而已。黄毛妹皱了皱眉，她没有料到眼镜妹居然去翻她的柜子，真是失策了。她本来还想偷偷藏着自己吃来着，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小心思，把整个宿舍翻箱倒柜什么都不放过，居然倒腾了一些小零食出来。眼镜妹他们把物资一一分配好，由各自掌管，但是他们显然低估了室友的无耻程度。等到第2天小平查看自己的物资时，惊讶地发现居然少了整整1/3的零食。是谁偷吃了我的东西？看着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干的。黄毛是第一个被怀疑的，毕竟他昨天就想偷吃来着。不是你干的，那为什么你的床单上有一点油污？小平被偷走的零食里面有好几包的豆干，那玩意儿有些油渍，黄毛妹没注意，直接把油渍蹭到了床单上，因为是偷偷摸摸的，也没有发现。现在被指出来，脸当即就红了。不就是吃了你一点东西吗？我还你钱不就行了？200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再多给你点500行了吧？这个时候他倒是显得很生气，直接掏出了手机，想给小平转钱，但是现在网络已经断了，连钱也没办法转出去。他家有点小钱，自然是不会在乎这点零食的。若是平常500块钱换那么一点零食，当然是好事，但是现在可是末世啊，丧尸都冒出来了，钱还有什么用吗？黄毛现在吃的不是零食，而是他活命的口粮。小平当然也不是个什么好人，他们能玩到一起，自然是臭味相投，当即就向着黄毛妹扑了上去，扯着她头发往她脸上疯狂的抓挠。你这个臭婊子，居然敢偷我的东西，我非要把你的脸抓烂不可！不就是一点吃的吗？又不是吃了你的，给你钱不就行了？隔壁在撕头发，声音之大，让我们都跟着看笑话。经过了1夜的时间，我总算摸清楚了自己异能怎样控制。只需要意念移动墙壁，就可以设置成单面玻璃一样，外面的丧尸或者人看不见里面，但里面的我们却可以看见，透过宿舍看见外面的，把所有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包括隔壁宿舍这3个女人相互扯头发的样子。她们平时倒是一致对外，对付我时很是团结一致，但现在没有我，她们3个毒蛇一窝，自然是相互撕咬了起来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我自然也是乐得成见，一边吃早餐，一边看着她们相互扯头发，就当做电视来看了。经过了1晚上的休息，我的金币又暴涨了好几次。我果断的选择把床铺升级，顺带把铁门也升级，成了肛门1。这个称呼实在是太难听了，偏偏没办法修改，设置成不锈钢门1也比这个好听很多。不过看着确实是防御力增强了很多。这下我们彻底不再害怕丧尸了。我跟玉云焕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还是富贵险中求，与其在这儿磨磨唧唧，不如主动出击。玉云焕还驾驶着无人机，用噪音吸引来了10几名丧尸进入我们的女生宿舍。我则是把炮台升级好几个小炮台，现在发射的已经不是弓箭，而是圆圆的、小小的类似子弹一样的东西，几乎1、2枪就能送走一个丧尸，把它们化为我的钻石。我们并没有太贪心，一次只会引来10几名丧尸，不会超过15，避免太多而引发意外。就这样，我的钻石一点点积累下来，金币也在快速的膨胀。就这样过了2天，我终于有能力获得一个钻石矿了。钻石矿每个小时给我增加1枚钻石，我用钻石升级了一下，变成了每个小时给我增加2枚钻石，下一次升级就是给我增加4枚了，下次是8枚，一直到顶级的512枚。虽然中间需要升级的物资有些多，我暂时拿不出来，但是拥有了这个，随着时间推移就能生金蛋的鸡，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兑换我的空间戒指了。到时候若是富裕的话，我还想给玉云焕也兑换一个戒指，要不就兑换一个闺蜜同款戒指吧。我在心里打定了主意，我们这边倒是吃好喝好，隔壁那间简直是打得不可翻天。第2天他们撕破了脸皮，天天不是吵架就是相互责骂，后面居然又丢了食物。一时间所有人都怀疑起了黄毛来。黄毛这次真的慌了，这不是他拿的，真不是他干的，居然栽赃到他头上，这可把他冤枉的够呛。当天晚上干脆不睡了，直接揪住了罪魁祸首。
那个小偷不是别人，居然是那个李中克眼镜妹。好家伙，原来是你呀！一直在拱火，让我们两个打起来，而你却是那个真正的小偷内鬼。你这个心机婊，亏我还这么相信你，没想到你居然偷我的东西。两个人矛头直指眼镜妹，眼镜妹也恼了，三个人相互殴打拉扯，一会儿我打你，一会儿你打我，两个人联手打一个，然后被打的那个又跟另外一个人联手又打另一个，他们简直是跟玩什么配对组合一样，三个人硬是组合了好几套，个个都是打得鼻青脸肿的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黄发妹的头发硬是被薅掉了一撮，把她疼得不住的尖叫。眼镜妹也失去了她的本体，她的眼镜碎了，她现在也变成半瞎了，现在看什么都是模糊的，朦朦胧胧的，连她的胆子都变小了很多。我没想到其中最凶的居然是那个看似老好人的小平，他打架还挺狠的，也就身上多了一些淤青，但没有特别严重的伤。这个小平看似是老好人，看似是被害者，但是他人也非常的阴损，还试图往我洗发水里兑脱发膏，被我闻到了，才算躲过一劫。对于他们三个打成这德行，我们自然是乐得其见的。他们每天都给我们现场直播一波相互狗咬狗，我也乐得其见，冲着他们喊话，谁打赢了就给谁一袋泡面。好啊你躲在隔壁吃香的喝辣的，不管我们的死活。黄毛顿时怒了，往常他经常欺负我，可能是欺负习惯了，认为我不会反抗，居然这个时候还敢骂我。小平倒是有脑子的多，这个时候还想打亲情牌。青青，你在隔壁吗？我真的好想你，好担心你。这些天我想你想的睡不着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受伤？我好饿，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了，能不能给我一点吃的？看在我曾经帮过你的份上，稍微也帮帮我吧。如果黄毛妹是那个龇牙咧嘴，随时会咬上来的，明着坏的毒蛇，那小平就是那个阴着坏，平时伪装成了漂亮手串，无害精致的蜈蚣。他会让你放松警惕，让你认为他是可以信任的人，然后再冷不丁的咬你一口。而那眼镜妹则是其中最为聪明的毒蜘蛛。瞧啊，毒蜘蛛有多聪明，他知道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情他们的，索性就趁这个机会直接抡起了椅子，一下子打到了黄毛妹的头上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黄毛妹头部受伤，疼得顿时天旋地转的，失去了行动能力。趁人不备，一下子解决了一个，另外一个则是防备了起来，也抡起了凳子跟着眼镜妹打了起来。小平跟眼镜妹打得难舍难分，明明末世之前还是好的跟什么一样，现在居然为了一袋泡面打成这个德行。眼镜妹到底是吃了近视眼的亏，没戴眼镜让她视线模糊，没多的一会儿就败给了小平，被打趴在地上。我赢了，快给我方便面。小平的食物被偷走了很多，这些天饿得肚子叽哇乱叫的，迫不及待的向我索要方便面。行啊，我放到门口了，你自己来拿。听见我这么说，三人顿时破口大骂，谁不知道外面有丧尸啊？这个恶毒的女人居然还想骗我们出门，谁知道会不会有丧尸扑倒我们，她想害死我们。你这个垃圾，你们最好想清楚了再说话。我的炮台是可以穿透墙壁的，墙壁同为我异能的一部分，在炮台面前是几乎形容虚设，而霸凌姐三人组刚好在我的隔壁，刚好在我射程之内，他们显然是不知道我的底细的，居然还在骂，行，不知道死活的话就送你们几梭子。我特意选了一个威力最小的炮台，小小的巴掌大炮台，随着我的意念居然瞄准了那三个霸凌姐，嗖，三道剑刃发射而出，竟然从墙壁里冒了出来，射向了小平、眼镜妹、黄毛妹三人的大腿。三人顿时惨叫一声，捂着大腿疼得在地上不住的翻滚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好疼啊！我的腿！救我来人啊！吴应清要杀人了！三人如同蛆虫一样在地上扭动，我却没有半分的同情心，毕竟他们是害死了我的仇人，同情他们干什么？喊吧，正好喊得大声一点，把丧尸们全部吸引过来。我如此威胁道。哦，对了，以后你们三人每天都要打架，谁打输了我就射谁一梭子。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吴应清了，我现在是钮祜禄吴应清，谁欺负了我，我就千倍百倍的报复回去，让他们好好体会一下我当初的痛苦。三人苦哈哈的对着我硬是磕头求饶了好长时间，他们这个时候倒是舍弃了自己的面子，当初还满口说我这个下等人，他们是大小姐呢，现在呢，居然跟个哈巴狗一样对我点头哈腰的摇尾巴。没招了，是真没招了，无论他们躲到哪里都躲不开弓箭的射程，墙壁形同虚无，虽然他们摸上去坚硬无比，敲打上去也是正常的墙体，但是弓箭们却宛如穿过水体一般，完全无视墙壁，径直向着他们射来。
他们被打怕了，疼得不断的哀嚎。不过好在他们还是非常惜命的，咬着牙把剑刃拔出来，然后又用床单撕成布条，把伤口压住捆住，止住了出血口。日子仍在继续，我的金币不断的增加，几乎每天睁开眼睛，我的余额都会增长一大截。只是隔壁看上去更加难熬了，他们的食物已经吃光了，现在饿得眼睛冒绿光，快要撑不住了。眼镜妹忍不住询问我，你真的把方便面放在了门外吗？真的，我不骗你。一袋方便面而已，说放就放了，反正我这里多的是，多得我都快吃吐了。这些天也不吃方便面了，直接煮个火锅、饺子、馄饨、汤圆、面条，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换着来吃。那香味如同魔咒一样，勾引得他们更加饥饿。这些天他们身上又多了几个血窟窿，都是失败者的代价。眼镜妹因为视力问题，他们两个就经常压着她打。现在所有人里眼镜妹倒是最弱受伤最多的了，一弱就会更弱，她的东西已经被另外2个人瓜分干净了，是真的弹尽粮绝。所以现在居然相信了我的话，把希望放在了我的身上，想要获得那一口方便面吃。我就放在我宿舍的门口，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通过宿舍门上面的窗户往外看。宿舍大门上面是拥有一个小窗户的，学校几乎都是这样设计，对方只要站在凳子上，就可以看见外面的情况。虽然只能看见一点点，但是看见隔壁的话还是足够了。眼镜妹艰难地扒拉着满是灰尘的宿舍，透过窗户往外看去，居然是真的，我的宿舍门口居然真的有好几包方便面。按照数量来看，我几乎每次都会放一袋在门口。再警惕地往周围看去，并没有看见丧尸的存在，也或许是这个视角太过狭窄的，没办法看见全貌。怎么办？要赌一把吗？眼镜妹感觉自己快要死掉了，不是被饿死，就是要被虐待而死。她真的饿到失去了理智。外面很安全。我并没有在说谎，外面的丧尸已经被我清空了。若是这个时候他们出去拿物资，必然是安全的。眼镜妹不顾另外2人的阻拦，居然一咬牙把门一开，冲了出去，把食物抱在了怀里，就冲回了宿舍。速度很快，就这么几秒钟的时间，真的拿到了这么多包的方便面。太好了，居然是真的方便面。黄毛妹当时惊讶极了，惊喜跃然于眼底。滚，这是我的！眼镜妹死死地抱住怀里的方便面，甚至迫不及待地扯开了一包就往嘴里塞。去你丫的，你说你的就是你的呀，这些全都是我的。黄毛直接上去一眨把他嘴里的方便面都抠了出来。砰！小平依然是那副阴损的德性，直接又是一个闷板凳砸过去。但显然黄毛妹已经被砸过一次，有了经验，勉强躲过，只是后背挨了一道，疼得她呲牙咧嘴，却没有失去行动能力。你这个垃圾又搞偷袭！3人顿时厮打在了一块儿，为了那一点方便面，真是个个都下狠手。其中眼镜妹自然是没落到任何的食物，她的体力已经见底，她已经没有力气还手了，只能被动挨打。看着2个人因为分配不均而吵了起来，顿时愤恨地咬紧了牙。他们2个倒是吃饱喝足了，美美的睡去，没有注意到半夜宿舍的门突然被打开了，超级惨烈的女高音，吓得我差点从床上跳起来，心脏砰砰乱跳，本能的看去，居然又是隔壁那几个疯婆子。哎，不对，他们的门怎么打开了？隔壁宿舍应该是紧闭着房门的，但是现在隔壁宿舍的大门敞开着，任由其中一只丧尸游荡了进去。惨叫自然也是黄毛妹发出的，她是最先被丧尸攻击的人，身上被啃咬了一大块。小平顿时被吓得不行，不住的尖叫，但也正因为是尖叫声，所以吸引了丧尸的注意，居然向着小平而攻击。我们宿舍为什么会有丧尸啊？滚啊！不要咬我！是谁？是谁干的？好疼！我要死了吗？黄毛妹不停的在咳嗽，不过那短短几秒钟时间，青筋就爬满了她的全身，而眼镜妹则是在门口咯咯直笑。死！一块去死！你们陪我全部去死！眼镜妹已经快要崩溃了，等待她的结果无非就是被饿死或者被霸凌而死。她欺负别人时倒是觉得非常的舒爽，但这种欺负落到自己的头上时，她却感到无尽的怨恨与痛苦。她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，甚至认为霸凌不是错，但是若是霸凌轮到自己身上时，那就是极致的错误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她的心理扭曲了，直接把门打开，把丧尸引进来，想要跟这2个人同归于尽。结果自然是如她预料般顺利，丧尸扑向了小平而去。就在眼镜妹咯咯直笑时，黄毛妹扭曲了一下，疯狂地向她扑过来，咔嚓，有什么东西咬住了她的脖子。哇塞，好精彩啊！好一个霸凌姐，反目成仇，我不由得为他们鼓掌。可惜了，我还没有看够呢，他们就把这场精彩好戏落下了帷幕。那就这样吧，反正这么多天我的怨气已经随着他们狗咬狗，
相互撕咬、殴打的过程中已经烟消云散了。现在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报应，我心里的怨气终于彻底消散。睡吧，不要再看了，免得做噩梦。玉云焕轻声安慰我。我们的床铺紧挨着，他又下意识地牵住了我的手，他的小手软软的，我不由捏了一下。好龟龟，晚安。晚安，好梦。大仇得报。接下来的日子虽然少了一场大戏看，但是还是过得有滋有味。吃饭睡觉打丧尸，我的金币余额正在稳步提升中，包括钻石也在一点点的累积。这些天我们持之以恒的击杀丧尸，几乎每隔1个小时都会引来一些丧尸，他们在我的炮台之下扛不住几秒钟就彻底倒下，全部化为我的钻石。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很快就攒够了我需要的钻石。我马不停蹄地兑换了一个空间装置，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银白色戒指，顶部还镶着一颗钻石，我戴在了手上。这个戒指是无法被抢夺的，它已经绑定了我，即便有人抢走，它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戒指，只有我可以使用。就这么一回，宿舍内堆积的大量的物资全部转移到了我的戒指里面。这戒指真好用，我忍不住喜出望外。我把宿舍给搬空了，本来满满当当没地方下脚的拥挤宿舍，现在空空荡荡的，连床都被我塞进了空间里。玉云焕知道我要干什么，我之前跟他说过，等钻石积攒够了之后，我会去寻找爷爷。我爷爷现在在安全基地内，那里没有丧尸的侵袭。等到我的钻石攒够了之后，我会立刻去寻找他。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出发的时候。云焕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好。玉云焕毫不迟疑的选择跟我一同前往，即便那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。末世已经过去1个月了，这1个月里依然没有人救援，甚至幸存者们也在越来越少。我们2个人选择横跨省界，去往陌生的地方。这一路上会遇到多少的丧尸，玉云焕不知道，但是他相信我，绝对不是愚蠢的人。果然，我向他介绍到，你拿着这个，这个是最高级别的炮台，你别看它小，但是它射出的子弹威力，即便是巨大的石头，也可以把石头击穿。我往玉云焕怀里塞了一个小小的炮台，那个炮台已经不复初级的模样，它是十分的高级感，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武器一样，十分炫酷。当然它的威力也是十分的炫酷，别管你是什么丧尸，一枪直接爆头。正是因为有炮台们撑腰，所以我才敢出去。还有我在商城上看中了一个房车，也正因为这个房车稍微有点贵，所以才在这里多待了几天。等一会儿我们下楼了，我就把这个房车兑换，我的异能可以让房子变得坚固无比。我就考虑着房车是不是房子，试了一下，好像真的可以当成房子来用。到时候我们开的就不是房车了，开的是超级武装坦克车，无论谁也破不开我们的防御。我们还自带瞄准武器。放心吧，一路上不是我们怕丧尸，应该是丧尸怕我们。我是如此信誓旦旦的担保，也正是这份自信传染了玉云焕，让他心里的不安也消失不见。好，我们去见爷爷。玉云焕也喊的是爷爷，跟我一样的称呼，如此亲昵，让我心里也跟着暖暖的。宿舍楼的楼层内还藏着一些丧尸，不过好在炮台自带瞄准功能，往往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那丧尸就已经怦然倒地，直接领了盒饭。所有的恐惧都来源于火力不足，而我们现在的火力十分充足，甚至都不需要思考什么周全的计划，直接往下走就是。遇到丧尸就杀几个丧尸，他们冲过来也不过是爆金币罢了，只是外面真的好恶臭啊。玉云焕脚步匆匆，绕过那些横七竖八的尸体，不敢往下看去。整个学校都变成了一片炼狱，干涸的血迹，凌乱的尸体，以及围绕着的苍蝇，还有时不时蠕动的虫子，真的恶心爆了。我立马召唤出房车，把异能安装到房车身上。房车整体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车门变成了土豪金色，意味着不同。接着我把一个个的炮台安装到了车身上，一个又一个的，像是把它当成了刺猬般装点。因为它们是浑然一体的一整个异能，所以不需要用胶带或者钉子固定，像是天然就长在一起一样。随着我的安排，乖巧听话的排列整齐。我会开车，我自告奋勇的选择开车，顺着学校的大路冲出了校园。一路上车子多少有些颠簸，像是碾压到了什么东西身上，咕咚一下就过去了。沿途的风景简直是人间炼狱，有丧尸们无意识的哀嚎嚎叫着，身上血淋淋的，几乎可以通过他们的痕迹来判断生前遭遇了什么。他们随着声音而向着我们房车聚拢，但是还没有靠近呢，就被砰的一下爆头，成为了我的钻石。玉云焕甚至还看见了一个小孩丧尸，他看上去还不到1米，踉踉跄跄的，连走都走不稳，在地上爬，这也要向人而去。如此残忍恐怖，让玉云焕心情沉重极了。一路上并不算好走，街道上果然是好多的车辆碰撞，发生了连环追尾。短短一段路就看到了好几次的侧翻，以及爆炸之后留下的残骸，还有那些被堵在路上晃荡的丧尸们，就是没看见幸存者。外界的严重性果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，整个世界安静的好像就只有我们2个一样。
其他的幸存者们都躲了起来，不敢发出任何的声响。这么长的时间足够他们搞清楚丧尸会被声音吸引这件事。在出发之前，我们就摸清楚了路段，我开着车向原定的地方而去。只是路上有时候堵车堵得太严重，往前一看，密密麻麻的车队排的看不见尽头，应该是前面的人爆发了丧尸，把路给堵死了，然后丧尸群从前面而来，后面的人被堵在路中间，没办法后退，又没办法前进，上下不得间，又被丧尸扑咬而死。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换一条路继续开。若是实在绕不过去的话，我就只能撞开那些小汽车们，硬生生杀出一条路，或者直接把汽车收入空间中，身上拿了10几个高级炮台，跟个杀神一样疯狂收割钻石们。路上当然是遇到了一些幸存者，他们在居民楼高楼向我们挥手，试图拦下我们的车子。喂，等等我，你们是来救援的吗？带上我。停一下，停一下，我愿意给你们10万块钱，只求你们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。开车的好心人，给我们一点水和食物吧，我孙子快要饿死了。小姑娘，把车停下，快点把车停下。但是我们怎么可能停下车呢？死过一回了，总不能再死一回吧？若是真让这些不认识的陌生人上了车，那真的是被自己蠢死。那些人果然不是好人，见我们没有停车，顿时气得破口大骂。更有甚者，直接抡起了花盆，向着我们的房车砸去。砰！检测到危险，炮台自动发射，把那个向我们房车砸来的花盆射得4分5裂。那人犹不死心，居然还把自己房子里的桌椅板凳全部都往下面砸去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我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，反手就是扔给他的一个音响，动感的音乐响起，吸引的丧尸们忍不住来他家里找他玩去。我们开车把惨叫甩在身后，扬长而去。就这样看了好几个小时之后，终于到了荒无人烟之地。路过一家加油站，车子似乎碾压上了什么尖锐的东西。再往前行驶了1-2分钟后，突然见到一棵树居然横在了马路中间，是有人故意拦住的。我并没有发现，但是炮台发现了。炮台下意识地把枪口对准了附近的一个小屋。小姑娘，修车吗？修车废物箱物资就够了。来人是一群壮年男性，5大3粗，皮肤黝黑的，一脸横肉，看着就不好惹。而现在这群男人却聚集在一起，手里拿着棍棒等，向着我们逐步逼来。等看清了这辆豪华房车上居然只有2个女孩子之后，他们更是淫笑出声。我看了一眼地上散落的满地长钉，还有什么不懂的？他们故意撒下的钉子逼停过往的车子，还用了木头拦截下来，为的不就是抢劫吗？还修车废物箱物资，现在有哪个幸存者能拿出那么多的物资？这不就是把人往死里逼吗？对方笑的淫邪盯着我们，像是在看案板上的羔羊，不仅是色欲，还有食欲。显然这1个月内，他们不仅迫害了周围来往的幸存者们，甚至还吃掉了不少幸存者。如此恶心的行为真令人不齿，继续留着还不知道要残害多少的人。我直接捂上了玉云焕的眼睛，突然开口道：炮台攻击，接下来的东西不适合玉云焕看，好在玉云焕也知道乖乖的闭眼。没一会儿事情就解决了，我开着车驶离了这片罪恶之地。我的房车竟然花了这么多的钻石来买，那自然就跟普通的房车不太一样。推开拦路木头，虽然费了些力气，但是加一加油门是可行的。这一路上有些无聊，但也有些很刺激。丧尸们总是以意想不到的形式扑上来，想要拦截我们的车子，不过往往还没有靠近呢，却在我们炮台的射击范围内，化为了一颗颗的钻石进入我的账户。我们一路平稳前行，离目的地越来越近，直到能看见安全基地的大门了。玉云焕突然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，他有些紧张，似乎害怕我随时离他而去。毕竟他因为脸上的胎记，一直十分自卑。我与他玩，甚至跟他陪伴这么长的时间，是他最愉快的生活。但是没有了丧尸，到了安全基地内，你会拥有更多的朋友，你还会跟我在一起吗？玉云焕不由得紧张了起来。恰好这时，我不由分说的往他嘴里塞了一颗糖果，糖果甜甜的，像是甜到了他的心里。他脸上红褐色的，占据了半张脸的胎记，顷刻间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我们到基地了以后，你就跟我混，3天吃9顿。我很喜欢玉云焕这个朋友，虽然他话不多，但是特别会照顾人，是个非常温柔可靠的好闺蜜。一起，以后也一直在一起。我回握住她的手，用小拇指勾住了她的小拇指。拉钩上吊，100年，不许变。